抗美援朝战争真的可以不打吗？某些社会名流凭什么说当年的决策是错误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最近呢，新闻界出来的某个罗大威啊被拿下了，原因很简单，一般媒体说他是侮辱英烈，说他是侮辱了冰雕连。开玩笑啊，性质哪有那么简单呢？他仅仅是侮辱冰雕连吗？他是打算颠覆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。如果抗美援朝都被说成非正义的，那么我们的国家会被他说成什么？所以这个性质远远比侮辱冰雕连要严重恶劣得多。他被抓以后呢，很多人庆祝，这种人呢总算是恶有恶报，早该进去了。不过呢，我也看了一下，虽然明面上没什么动静，但是还有很多人在暗地里为这个所谓大 V 在喊冤呢。其实呢，试图否定抗美援朝这类言论已经存在了20多年了。要说的话分为两种，一种呢是认为当时我们误判了形势，打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，导致后边一系列不必要的损失，比如台湾就没有解放等等等等。那么持这一类观点的人呢，未必不爱国，但是他们在历史、战略各个层面认识水平是严重偏低，又喜欢站在上帝视角上穿越回去做评论。另一种呢是干脆把美国说成反侵略正义一方，这才是罗大威这群人的本色。这样人其实不少，而且主要集中在新闻界、法律界等等社科领域。而这些社科领域的特点就是他们的思维范式基本上源自于国外的。至于这些言论错在哪儿，我们一条条分析。首先，他们说解放之后中美关系不好是因为抗美援朝造成的，真是这样吗？别忘了1945年以前，美军顾问团在延安的时候，双方的关系可是好得很。八路军的将领去前线，那个时候美国顾问团都能用飞机送一程。那会儿毛主席还说希望去美国见见罗斯福，关系是不错的。但是罗斯福死了以后怎么样？美军顾问团离开延安回到美国，受的都是什么样的严重迫害？所以要说翻脸，是杜鲁门开始的。到了1950年初，还没有抗美援朝，美国已经进入了麦卡锡时代，疯狂反共，这个也能算到抗美援朝头上吗？所以45年开始交恶，50年开始疯狂反共，这么一个美国如果占领了全朝鲜，整个东北又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，面对这么一种威胁，中国怎么可能淡定？第二，还有人说中国完全可以在美苏之间中立，怎么可能啊？1949年南京解放之后，司徒雷登是以私人身份留下来跟中国谈条件，本身就没有代表美国政府。而即使这种情况，苏联马上派人过来施加压力，你不能跟美国走太近。那个时候中国就没有条件说我们不选边站。第三，不打抗美援朝，台湾能不能拿下来？要知道，美国第7舰队进台湾的时候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开始抗美援朝，不存在什么中国不参与朝鲜问题，美国就不管台湾这回事儿。人家美国恰好就是防着你，趁美国在朝鲜用兵，一举解决台湾问题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什么？是美军在朝鲜、台湾两头堵我们。如果不打怎么样？也许事后诸葛亮们会说，美国没有能力占领朝鲜之后继续进攻中国。我承认啊，美军的战略确实在欧洲不在亚洲，但是以后态势呢？美军堵在中国家门口，我们就只能更加依赖苏联给我们提供安全感，而且一依赖弄不好就是70年啊。我们自己的战略纵深彻底为零，而我们的东北反而成了苏联的安全纵深，要帮苏联看门70年，然后苏联解体，说不定跟东欧一样，还要一损俱损。有人说中苏后来也关系紧张了呀，我们不是也在边境对抗了强大苏联吗？承受巨大压力了。但是别忘了，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打出的威风，我们连跟苏联说话的硬气的底气，还有基本平等的那个地位都不会有。说不让你有原子弹，你就没法有原子弹。我们只能跟东欧一些国家一样无限度顺从。波兰的国防部长可都是从苏联派过来的苏联人，我们要不要也接受啊？独立自主需要尊严，尊严来自于实力。而中国在1950年突然让世界发现，这个中国和1年前的、100年前的完全不同，实力又根本不同。这样一个成果，为什么有些人就是看不懂？
历史知识、战略格局也许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，所以我们也需要更多的视角、更多的渠道，让很多人能够看懂这段历史，少一些上帝视角的诸葛亮，自以为比当年的决策者看得更清楚。好，关于抗美援朝为什么一定要打，今天我们就这么重新说道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